我在老山城火锅店炒了20年火锅底料，把半辈子都熬进了牛油里。老板承诺等他退休就分我1成干股，让我当一辈子的总厨。可他退休后，我不仅没等来承诺的干股，还被他的女儿和空降的海归总监砸坏了，甚至伪造报告污蔑我。他们以为靠香精勾兑的工业底料就能赚大钱，还向我守旧。我转头就在他们对面开了家小店，重新架起了铁锅，升起了火。他们很快就会明白，机器能炒出底料，却永远超越不了手艺人的匠心。老山城火锅店被资本注资的庆功宴设在全城最高档的酒店，水晶灯晃得人睁不开眼，香槟塔堆得像小山，推杯换盏的笑声能掀翻屋顶。我缩在宴会厅最角落的服务台边，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后厨工服，领口凝着半干的豆瓣渍，袖口磨得发毛，前襟见着几点洗不掉的红油印，这是我唯一一件能拿得出手的症状。台上，新老板沈秋燕举着话筒，声音清亮的刺耳。今天我要隆重介绍我们新任的运营总监江浩，名牌大学工商管理士，刚从国外回来。为了奖励江总监制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，公司决定奖励江浩1成干股，年薪100万加利润分红，上不封顶。台下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江浩穿着定制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目光扫过全场时，尊傲得像俯视蝼蚁。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攥紧了手里的塑料水杯。我在老山城干了20年，月薪才5000块，每天要在油烟弥漫的后厨站12个小时。这些年不是没人挖我，隔壁街的火锅店开2万月薪挖我都没走，就因为当年沈秋燕爸爸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。我答应过他要守好老山城的这口锅，我背来家里传了40年的大锅，用20年的时间熬出了老山城的金字招牌。可在今天这个庆功宴上，我却连个坐的位置都没有。掌声落定，沈秋燕终于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漫不经心地扫了我一眼。对了，还有我们的炒料师傅刘大炮，来上台领个奖。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拍了拍身上的灰，一步步走上台。刚站定，我想伸手和江浩握个手，他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手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洁癖。他扯着嘴角假笑，声音不大，却刚好让前排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实在受不了这一身油烟味儿，熏得我头疼。国外的昼厨都是无菌操作，厨师穿的都是雪白制服，哪像你们搞得跟从煤窑里钻出来似的。台下响起一片压抑的窃笑，我脸上火辣辣的烧，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中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江浩用2根手指捏着一个薄得发飘的红包递到我面前，这是沈总给你的辛苦费，拿着吧。我接过红包，指尖触到单薄的纸张，心瞬间凉透。我当众拆开，里面只有5张皱巴巴的100块。500块，够你买2身干净衣服，遮火锅味儿。江浩嗤笑一声，故意拔高声音：“刘师傅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手艺也就值这个价，效率低，成本高，还不稳定，早就该被淘汰了。我昨天算了一笔账，你一天最多炒500份底料，成本要20块一份。我们建中央厨房，用机器炒，一天能产10万份，成本才3块钱一份。你说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”我攥紧了红包，指节发白，声音都在抖。机器炒的那不是火锅，火锅的魂是手工炒料，是火候，是手感，香精调出来的味道，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辈子。沈秋燕猛地皱起眉，不耐烦地打断我：“刘大炮，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就是个打工的，公司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做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江总监是专业的，听他的没错。从明天起，后厨归江总照管，你配合他的工作。”从庆功宴回来，江浩就开始在后厨作威作福。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用了20年的炒料灶台拆了一半，改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区，摆上了真皮沙发和苹果电脑，还在旁边放了3台空气净化器，说是净化我身上的油烟味，免得影响他办公。我只能挤在剩下的半平米角落里炒料，一抬头就能看见他翘着2郎腿喝进口咖啡。他端着咖啡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今天要赶1万份底料，耽误了加盟商发货，你这个月工资就别想要了。1万份，我一天最多炒500份，根本炒不完。炒不完也得炒，要么你就按我的方法来，用我给你的香精包，兑水就能用，1分钟一锅。”不可能！我爸教我炒料的时候就说过，做餐饮最重要的是良心，不能赚昧心钱，宁可不卖，也不能砸了招牌。江浩把咖啡杯往桌子上一蹲：“良心？良心能当饭吃吗？够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现在愿意干你这活的人有的是，你不干，有的人干。”他说到做到。第2天就从外面招了3个什么都不会的年轻人，让他们跟着我学炒料。与其说是学，不如说是监视。我每放1味香料，他们都要记下来；我每翻炒一下，他们都要掐着秒表计时。我闻味调火后，
他们就拿着温度计对进油里测温度。其中一个年轻人拿着本子，面无表情。江总监说了，要把你的炒料流程标准化，以后所有的步骤都要按标准来，不能有一点偏差。我看着他们手里的本子，心里又气又笑。炒料哪有什么标准化？豆瓣要炒到什么程度才酥香不苦？花椒要什么时候放才麻味醇厚？火候要怎么转才出复合香？这些都是我父亲用一辈子的时间磨出来的，是我20年炒料刻在骨子里的感觉，根本不是写在纸上的数字能代替的。果然，没过几天就出问题了。那3个年轻人按标准流程炒出来的底料，要么豆瓣炒糊了发苦，要么香料放早了没味，要么火候太大把牛油熬焦了，一批1万份的底料全废了。肯定是你故意藏私，不交真东西！我告诉你，刘大炮，要是再出这种事儿，你就直接滚蛋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知道他就是想逼我走，他根本不在乎老山城的味道，他只在乎能不能快速量产，拿到他的分红。我以为他最多就是逼我辞职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阴毒。1周后的早上，公司突然召开全体员工大会，江浩站在台上，拿着一份调查报告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昨天晚上，仓库里丢了10斤秘制香料和20斤牛油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已经锁定了嫌疑人，就是刘大炮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有惊讶，有怀疑，有幸灾乐祸。你胡说！我根本没有偷东西！我冲上台，一把抢过那份报告。这些都是假的！我在老山城干了20年，我怎么可能偷公司的东西？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江浩拿出几张照片甩在我脸上，这是监控拍下来的。昨天晚上你一个人进过后厨仓库。我看着照片，脑子嗡的一声。昨天晚上我确实进过仓库，是因为江浩说第2天要赶货，让我提前去把香料准备好。没想到这竟然是他设下的圈套。江浩嘴角扯出一抹胜券在握的阴笑，指尖在平板上一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查到你长期私自对外售卖老山城的秘制底料，谋取不正当利益。这是我们找到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。他投影出一堆伪造的证据，做得有模有样。刘大炮，你利用公司的资源赚自己的钱，损害公司的利益，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。沈秋燕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我。刘大炮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爸当年好心收留了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？我没有，这些都是他们伪造的。沈总，你想想，我要是想卖底料，早就被人挖走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这手艺是我爸传给我的，我比谁都珍惜它。够了，证据都在这儿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收拾东西滚蛋！我死攥着拳头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。行，我走，但这炒料配方是我父亲传给我，是我刘家的私产。既然我走了，那这份配方你们也不能再用。江浩嗤笑一声，抱着胳膊晃了晃，满脸幸灾乐祸的得意。刘大炮，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？这配方在老山城用了20年，早就刻在老山城的招牌上了，跟你刘家有半毛钱关系？沈秋燕抱着胳膊，眼神冷得像冰，语气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。我告诉你，从你走出这个门开始，这辈子都不准再用这个配方开火锅店，否则我就告你侵权，让你赔得倾家荡产，连你儿子的大学学费都赔进去。我看着他们这副颠倒黑白、得寸进尺的嘴脸，突然笑了。我刘家的东西让你们用了20年，怎么就成了你们的东西了？还想告我？你们尽管去告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写在纸上的配方，这么多年早都刻在我的基因里。你们就算拿着秤称到毫克，照着步骤一步不差的抄，也永远炒不出我家的味道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就走。走到走廊尽头，我的脚步猛地顿住。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工资、工龄、20年的名分，我都可以不要。但灶台边挂着的那口黑铁锅是我父亲留给我的，我必须把它带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向后厨，刚伸手握住那口磨得发亮的铁锅把手，身后就传来了江浩嚣张的声音：“站住！谁让你进来拿东西的？”我回头看见江浩带着4个保安堵在了后厨门口，脸上满是阴狠的得意。我攥紧了锅柄，声音沉得像铁：“这锅是我父亲传给我的，它不是公司的东西，我要拿走。”江浩嗤笑一声，上前一步，一脚踹在灶台边上：“只要在老山天的地盘上，一根针都是公司的财产。你被开除了，什么都不准带。”他一挥手，
2个保安立刻冲上来，一左一右架住我的胳膊，剩下2个保安上前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铁锅。我拼命挣扎，却被死死按在墙上。放开我，那是我家的锅！江浩走到铁锅前，弯腰拎起墙角那把用来砸煤块的8磅铁锤，掂量了2下。你家的锅，今天我就让它变成废铁。他往后退了半步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铁锅中心狠狠砸下去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铁锅猛地一颤，锅沿瞬间崩开1道半尺长的裂缝。他又抡起铁锤，对着裂缝补了狠狠一下。那口陪了我父亲一辈子，又陪了我20年的铸铁锅，应声裂成了2半，重重地砸在灶台上。江浩扔掉铁锤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走到我面前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刘大炮，我早就说了，没有了老西山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锅没了，我看你还拿什么抄底料？滚吧，以后别再出现在老山城，看见你就晦气。我被保安推搡着赶出了老山城的大门。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豆大的雨点砸在我身上，冰冷刺骨。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：大炮一定要守好这门手艺，不能让它断了。我站在雨里，看着老山城那块熟悉的招牌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这时头顶的雨突然停了，我愣了愣，抬头看见一把印着超市促销广告的旧雨伞稳稳地罩在我头上。老婆李桂兰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还是那副咋咋呼呼的大嗓门，却带着一丝藏不住的心疼。杵这儿当浇花呢，你要是淋出病来，我和儿子怎么办？他把伞整个往我这边偏，自己半边肩膀露在雨里，蓝布衫很快就湿得贴在了背上。后厨张姐偷偷给我打的电话，说江浩那孙子带人砸了你的锅。我骑着电动车一路闯过来的，差点跟外卖车撞上，不就是一口铁锅吗？当年咱爸带着咱们在巷口摆地摊的时候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声音沙哑的像砂纸蘑菇。那不一样，那是咱爸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。锅碎了就再打一口新的。刘大炮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不是没有老山长你就什么都不是，是老山长没有你才什么都不是。他把伞往我手里一塞，转身去推电动车。走，回家。我昨天路过巷口，看见那个卖包子的门面空出来了，房租便宜，位置也好，明天咱们就去把它盘下来。我望着他被雨水打湿的半边肩膀，心头又酸又暖。是啊，锅碎了能再打，工作没了能再找，可刻在我骨子里的炒料手艺是谁都抢不走毁不掉的。看着他任劳任怨为我奔波的模样，我心底瞬间燃起一股冲天斗志。我快步上前接过电动车把手，牢牢撑着伞护在他头顶，目光望向老山城的招牌，眼底透着一股韧劲与狠劲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哪里，哪里才是真正的老山城火锅。我和桂兰盘下巷口那间10平米的小门面，简单刷了米白色的墙，挂起一块亲手打磨的木牌，刘记老火锅。我托成交打了40年铁锅的老匠人，铸了一口和父亲留下的一模一样的铸铁锅。锅身厚重成熟，握柄磨得光滑温润，一握在手里，20年炒料的手感瞬间归位。开业前一夜，我凌晨3点就起身，精选10柱红辣椒、茂问花椒，按父亲传下的古法配比称好香料，灶火燃起，整块牛油慢慢融化。我握着铁铲匀速翻炒，手腕的力度、火候的转换，全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没有半滴香精，没有一件速成品，每一锅料都熬足2个小时，浓郁醇厚的牛油香飘出巷口，勾得邻居都披着衣服探头张望。桂兰笑着擦干净每张木桌，摆上竹制筷子筒。咱这小店虽小，但胜在烟火气足，肯定能留住人。我看着灶堂里跳动的火苗，心里无比踏实。开业第一天没有任何宣传，只有3桌老熟人上门。我端上滚烫底料，红汤翻滚，鲜香四溢。老客们尝了一口，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。我知道，只要守住匠心，这团火锅火就永远不会灭。刘记开张第3天，一个穿笔挺西装的食材商找上门，手里拎着几袋5颜6色的粉末，满脸堆着精明的笑。刘师傅，我给你带赚钱的好东西了，工业牛油底料、增香剂、辣精，成本只要1块钱1斤，兑水就能用，一天能炒180锅，保你赚翻。我瞥了眼那些散发刺鼻怪味的粉末，当场攥着他的胳膊往门外推。滚出去！我刘家炒料40年，靠的是真材实料，不是这些害人的歪门邪道。食材商愣在门口，骂我死脑筋，摔门而去。桂兰从后厨快步出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，咱不赚昧良心的钱，不然夜里睡觉都不安稳。我坐在灶台边，看着锅里翻滚的醇香底料。爸当年说，做餐饮先做人，味道骗不了人。就算一天只卖1桌，我也绝不砸了刘家的招牌。那天晚上，我炒料到深夜，月光透过小窗洒在铁锅上，温柔又明亮。我把20年的火候、手感与执念
全都融进这一锅锅底料里。桂兰端来一碗温热的蛋花汤，我喝下去，浑身的疲惫瞬间散了，守住初心，就算路难走，也走得坦荡心安。午后的秋雨淅淅沥沥敲着门窗，小店没什么客人，我正一遍遍擦拭着崭新的铁锅。门口走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是老山城的老熟客王博。他攥着湿淋淋的伞，鼻尖轻轻一动，眼睛瞬间亮了。这香味儿跟20年前老山城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赶紧给王博摆上碗筷，端上刚炒好的滚烫底料，红汤煮沸，香料的鲜香瞬间散开。王博夹起一块鲜毛肚涮好，送进嘴里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。就是这个味儿，醇厚不呛喉，牛油香裹着麻辣鲜香，比现在老兴山的破味道强100倍。大炮，你才是真正守住了老山城的魂呐！王博激动地拿出手机，在本地美食群朋友圈发了视频，配文：江城最正宗的老火锅藏在巷子里。不到1小时，就有7、8位老客打电话预约位置。傍晚时分，小店坐满了人，都是冲着这口失传的老味道来的。食客们吃得满头大汗，赞不绝口。有人说，终于找回了小时候蹲在巷口吃火锅的。老山城的中央厨房正是投产，江浩站在冰冷的流水线前，看着机器日夜不停翻炒着工业底料，嘴角扬起得意又贪婪的笑。3万份廉价工业底料被快速打包，发往全国各家加盟店，包装上赫然印着老山城正宗祖传配方，成本只要3块钱，售价却翻了整整10倍。江城的老山城总店彻底变了一副模样，后厨再也没有明火翻炒的烟火气，曾经热气腾腾的炒料台积满灰尘，厨师们只需要把工业底料拆袋加热，再敷衍地端上餐桌。毛肚、黄喉全是冷冻预制货，鸭血是合成品，连青菜都用保鲜剂泡过。所谓的现炒锅底，不过是糊弄客人的幌子。沈秋燕站在空旷的门店里，看着毫无生气的后厨，心里隐隐生气不安。江浩却拿着伪造的报表凑过来，满脸谄媚：沈总，你看，量产之后成本大降，全国加盟商都在疯狂补货，咱们马上就能赚大钱了。他看着锅里颜色艳得刺眼的底料，闻着刺鼻的香精味，眉头紧紧皱起。那是老山城独有的，熬了20年的烟火气与匠心，如今在资本的碾压下彻底消失不见了。老山城全面换用工业底料后，店里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少。本该座无虚席的周末饭点，宽敞的大厅只坐了0星几桌，冷清的让人心里发慌。一对年轻情侣尝了一口锅底，立刻皱紧了眉头。女孩放下筷子，满脸嫌弃：这什么味道啊，香的刺鼻，越吃越口干，跟吃廉价调料包一模一样。旁边的中年男人擦了擦嘴，忍不住大声吐槽：以前的老山城牛油香醇厚绵长，麻辣适中回甘，现在这锅底辣得呛嗓子，吃完嘴里发苦发腻。服务员赶紧上前敷衍解释：这是新升级的配方，适配全国口味。话没说完，客人就摆摆手，匆匆结账走人。后厨里，老员工们聚在角落小声议论：这机器炒的料根本没法跟刘师傅比，吃1次就够了。江总监只想着快速赚钱，不管味道死活，早晚得把店干黄。江浩躲在办公室里，看着暴跌的客流报表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他始终不明白，食客的嘴最挑剔，没有了匠心的味道，再华丽的包装与宣传，也永远留不住人心。沈秋燕亲自到门店试吃，刚舀起一勺汤底送进嘴里，就猛地皱紧了眉头，差点吐出来。汤底艳红刺鼻，入口全是齁人的香精味，辣得喉咙发紧发疼，完全没有当年手工底料的醇厚鲜香与回甘。沈秋燕放下勺子，语气冰冷又愤怒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味道怎么差了这么多？江浩连忙凑过来，脸上堆着僵硬的假笑：这是为了适配全国口味调整的新配方，本地客需要适应几天。你看，全国销量足足涨了3成呢。他递上提前伪造的销量报表，拼命试图蒙混过关。沈秋燕看着冰冷的数字，心里的疑虑却丝毫没有消散。她太熟悉老山城的味道了，这根本不是升级，是彻头彻尾的变质。江浩看着沈秋燕难看的脸色，转身就溜进后厨，对着厨师大吼：把增香剂、工业辣精的剂量加倍，一定要盖住劣质味。厨师不敢违抗，只能往锅里倒着超标数倍的添加剂。锅里的汤底颜色更艳了，香气却越来越刺鼻。一场关乎口碑与生存的危机正在悄悄酝酿。老山城的后厨彻底沦为了冰冷的加热车间，曾经热气腾腾的炒料台积满厚厚的灰尘，被铁锤砸烂的铸铁锅碎片还扔在角落，像在无声控诉着这场资本对匠心的践踏。后厨里再也没有现切现备的新鲜食材，所有菜品全是冷冻预制货，泡发过度的毛肚毫无脆感，一夹就烂的合成鸭血，连最基础的豆芽都用保鲜剂泡得发白。厨师们的工作简单至极，只需把预制菜拆盒简单摆盘，可售价却比手工鲜货时期翻了倍。一盘预制毛肚标价88元，一盘合成黄喉要68元。后厨的老员工偷偷给我发语音，语气满是无奈：
现在的老山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客人花着高端的钱，吃着最便宜的科技货。江浩只看报表数字，不管食材好坏，更不管客人吃了安不安全。服务员们也怨声载道，面对客人质疑菜品新鲜度，只能硬着头皮编造谎言。整个老山城从后厨到前厅都被利益裹住了咽喉，曾经的烟火气、人情味、好味道，全都被量产和暴力碾得粉碎。衰败的征兆早已写满了每个角落。刘记的牛油香像长了翅膀，短短半个月就飘遍了半个江城。小店从最初的门可罗雀，变成了如今天天排队到巷口的火爆场面。10平米的小门面挤得满满当当，连门口摆的临时小桌都坐满了食客。我依旧坚守着手工炒料的底线，每天凌晨3点起身，精选天然香料，慢火熬煮牛油，不添一丝香精，1毫添加剂。食材都是我清晨去菜市场亲手挑的，毛肚脆嫩，黄喉新鲜，鸭血嫩滑，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品质。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吃完火锅，握着桂兰的手红了眼眶。我小时候就吃你在老山火炒的料，现在带着女儿来吃，还是当年的味道，鲜香醇厚，吃完不口干不呛呕，这才是放心的火锅。还有不少老食客吃着吃着就流下眼泪，说终于找回了老山城最初的魂，那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，是刻在味蕾上的记忆。我站在灶台前不停翻炒，看着满屋子食客满足的笑脸，听着此起彼伏的赞叹声，心里满是滚烫的暖意。父亲的话在耳边回响，守住手艺就守住了最珍贵的东西。江城的火锅圈彻底炸开了锅，老山城和刘记的口碑呈现出天差地别的两极反差，成了本地食客茶余饭后最热的谈资。本地美食博主先后实地探店测评，视频发布后瞬间引爆网络。镜头里，老山城门店冷冷清清，饭点只有0星几桌，锅底艳红刺鼻，预制菜品相糟糕。博主尝了一口就皱眉摇头，科技味太重，完全没有火锅的灵魂。而刘记的镜头里，排队的食客从巷口排到街角，红汤翻滚，鲜香四溢，食客们吃得满头大汗，满脸幸福。这才是江城老火锅的正宗味道，匠心藏在每一口底料里。视频发酵后，刘记的预约直接排到了1周后。不少外地游客专程驱车赶来，就为尝一口手工炒料的老火锅。老山城却愈发冷清，回头客几乎清零，路过的行人都绕着走。曾经门庭若市的金字招牌，如今变得无人问津。桂兰看着手机里的测评视频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，食客的嘴从来不会骗人，好味道永远抵得过资本的包装。”我望着灶堂里的火苗，深深认同这个道理。老山城的客流持续暴跌，全国加盟商的投诉电话打爆了总部，纷纷控诉底料变味、无人消费，要求退款赔偿。江浩看着手里惨不忍睹的营收报表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他不肯承认是自己的量产策略毁了老山城，更不愿承认手工匠心无法被机器替代，反而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底料味道不够冲。为了掩盖工业底料的劣质口感，留住仅剩的0星客人，江浩铤而走险，做出了最疯狂的决定，命令把工业辣精、牛油香精、增鲜剂的剂量直接翻倍，甚至违规添加了明令限制的合成香料，只能将大把大把的添加剂倒进锅里，瞬间锅里的汤底变得艳红刺眼，刺鼻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后厨，闻久了让人头晕恶心。江浩看着这锅重口味底料，自以为得计，觉得这样就能靠刺激的口感留住客人。可他不知道，超标的添加剂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不仅毁了味道，更会彻底葬送老山城的所有信誉，把整个品牌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江浩见门店生意回天乏术，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线上直播带货上，想靠全国销量填补门店的亏损。他花重金请了网红主播，包装出老山城100年配方，非遗手工底料的人设，在直播间大肆虚假宣传。镜头里，主播拿着工业底料，声嘶力竭地喊着纯手工炒制，无添加天然牛油，还把我当年炒料的旧视频剪进去，冒充是他们的生产过程。江浩站在镜头旁，不停吹嘘全国门店上千家，销量破亿，把劣质工业底料吹得神乎其神。为了冲销量，他们设置超低价格，疯狂刷单造假，直播间里满是刷出来的好评，真实买家的质疑评论刚发出来就被立刻删除。100年配方，匠心传承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可直播间背后是堆积如山的超标工业底料，是毫无底线的虚假宣传。沈秋燕看着直播间虚假的热闹，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她想阻止，却被江浩以为了品牌生存为由搪塞过去。她不知道，这场看似火爆的直播带货，不是老山城的救命稻草，而是压垮品牌的又一根重担。虚假的繁华，终究会在真相面前碎得彻底。直播带货的首批底料发货后，老山城的线上店铺迎来了毁灭性的灾难，海量的退款申请和差评像潮水般涌来，平台后台直接被挤爆，买家们的吐槽字字诛心。这哪里是火锅底料，明明是泔水加调料包，只有刺鼻的辣味，毫无牛油香，工业味重的呛嗓子，吃完口干舌燥，恶心了一晚上，完全是虚假宣传，跟直播间说的手工底料天差地别。
浪费钱还伤身。还有不少买家拍了视频，底料煮开后浮起一层不明杂质，颜色艳得吓人，闻着就让人反胃。短短1天时间，老山城的店铺评分直接跌到谷底，平台官方发出预警，限制了他们的带货权限，冻结了部分货款。江浩看着铺天盖地的退款和差评，慌了手脚，试图联系博主删视频，找水军刷好评，可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真相早已传遍网络，老山城的口碑彻底崩塌，从人人称赞的老品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科技火锅。我看着手机里的差评，心里没有丝毫快意，只有唏嘘。沈秋燕父亲和我守了20年的招牌，终究被资本和短视毁得一干二净。线上口碑崩塌的同时，老山城线下门店也爆发了严重的客诉危机，接连有食客吃完火锅后出现身体不适，现场投诉举报，场面一度失控。一位中年男子吃完火锅后捂着肚子脸色惨白，当场找店长理论。我本来就有痔疮，吃完你们家火锅直接急性发作，疼得站不起来，这底料绝对有问题。还有年轻女孩吃完后喉咙肿痛、头晕恶心，直言底料的辣味太刺鼻，像是工业辣精烧的。短短2天时间，市场监管局就接到了10多起投诉，全是指向老山城底料违规添加添加剂，导致食客身体不适。投诉者们拿着医院的诊断证明，要求官方彻查底料成分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门店里的客人吓得纷纷离店，原本就冷清的店里彻底空无一人，服务员和厨师都人心惶惶，私下议论着店里要完蛋了。沈秋燕接到监管局的电话时，手脚冰凉，她终于意识到江浩的疯狂举动已经让老山城触犯了法律的红线，再也无法挽回。而此时的刘记依旧时刻迎门，大家吃着放心的手工火锅，欢声笑语不断，两相对比，更显老山城的凄凉与可悲。市场监管部门接到大量投诉后，立刻组织执法人员对老山城总部中央厨房及所有门店进行突击抽检，当场封存了全部火锅底料样本，送往专业机构检测。3天后，检测结果正式公布，如同惊雷炸响，在老山城上空，所有底料样本均存在严重问题，工业辣精、合成增香剂、防腐剂全部超标，部分添加剂含量超出国家标准数倍，属于严重不合格的食品，严禁销售使用。监管部门当场下达正式处罚通知，勒令老山城全国门店立即下架所有问题底料，停止营业整改，没收全部违规产品，并处以高额罚款。消息传出，全城哗然，老山城科技火锅的实锤彻底坐实，再也没有任何翻身的余地。沈秋燕拿着检测报告，浑身发抖，她终于看清了江浩的贪婪与无知，也明白了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。为了追求利益，他们抛弃了匠心，违背了良心，最终只能自食恶果。而我在刘记收到这个消息时，只是默默翻炒着锅里的底料。我始终坚信，做餐饮守得住良心，才守得住长久。违背了这个底线，再大的品牌也会轰然倒塌。底料超标被查，全国门店停业整改的消息传开后，老山城的全国各地加盟商彻底炸了锅，他们纷纷放下生意，去往江城老山城总部楼下。加盟商们围在办公楼门口，情绪激动地嘶吼着，要求江浩和沈秋燕退还加盟费，赔偿装修损失，承担货款亏损。我们是冲着老山城的招牌来的，结果你们卖超标底料，害我们门店被封，信誉全毁。江浩就是骗子，虚假宣传，骗我们的血汗钱。沈秋燕被围在人群中间，面色苍白，无言以对。她试图安抚加盟商，却根本没人理会。所有人都知道老山城已经彻底完了，他们的投资全都打了水漂。江浩躲在办公室里，锁死房门不敢出来，听着外面的怒吼声，吓得浑身发抖。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收拾这个烂摊子，于是开始计划怎样保全自己。舆论持续发酵，老山城的品牌彻底破产，再也没有挽回的可能。而此时的刘记依旧生意火爆，我和桂兰忙着招呼食客，用心炒好每一锅料，用最踏实的方式经营着属于我们的小幸福。刘记的口碑彻底传遍了江城，甚至火到了周边城市。每天排队的食客越来越多，10平米的小店再也容纳不下。我和桂兰商量后，咬牙租下了隔壁2间门面，重新装修扩店，依旧保留着朴实的烟火气，不搞华丽包装。扩店后的刘记依旧坚守初心，底料纯手工炒制，食材当天现采现备，不添一丝添加剂，不赚1分昧心钱。我每天依旧凌晨起身炒料，把父亲的嘱托和20年的匠心全都融进每一锅底料里。江城电视台、本地美食媒体争相上门采访，报道标题直指匠心打败资本，手工火锅重归江城。记者们镜头对准我翻炒铁锅的双手，对准食客们满足的笑脸，把刘记的坚守与温暖传递给了更多人。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坐高铁开车赶来，就为尝一口正宗的江城老火锅，吃完后都赞不绝口，主动帮刘记宣传。刘记从巷口的小店变成了江城火锅的新晋名片，用最纯粹的味道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。我站在宽敞的后厨里，握着熟悉的铁铲，看着翻滚的红汤，心里满是欣慰。父亲，我守住了手艺，也守住了良心，您可以放心了。
加盟商维权、监管罚款、线上退款、门店停业、中央工厂停工，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。老山城的资金链彻底断裂，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。首先是供应商上门催债，辣椒、花椒、牛油等原材料的货款拖欠了数月，供应商们堵在门口，拿不到钱就不肯离开，扬言要走法律程序。紧接着，员工工资也发不出来，后厨和前厅的员工纷纷辞职。偌大的老山城很快就走的只剩几个人。沈秋燕变卖了自己的首饰、包包，甚至想抵押房产，可依旧填不上资金的窟窿。江浩看着公司彻底垮台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，每天躲在办公室里，偷偷转移公司仅剩的零星资产，为自己跑路做准备。曾经风光无限的老山城火锅，如今负债累累，门庭冷落，办公楼里一片死寂，只剩下催债的电话铃声不停作响。沈秋燕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父亲留下的老照片，泪流满面。她亲手毁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毁了老山城20年的招牌，如今追悔莫及，却再也没有回头路。走投无路的沈秋燕换上一身朴素的衣服，悄悄来到了刘记老火锅。她站在排队的人群后面，看着满店的欢声笑语，看着我在灶台前从容翻炒底料的身影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她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，终于坐到了餐桌前。桂兰认出了她，愣了一下，还是客气地端上了锅底。红汤翻滚，鲜香醇厚的味道散开。沈秋燕舀起一勺汤底送进嘴里，瞬间红了眼眶。这才是真正的老山城味道，是父亲当年坚守的味道，是我用20年青春炒出来的味道。醇厚的牛油香，温和的麻辣，绵长的回甘，和老山城现在的工业底料天差地别。他终于彻底醒悟，老山城的魂从来不是招牌，不是资本，不是量产，而是我的手艺，是坚守良心的匠心。他因为傲慢和短视赶走了守锅人，砸烂了匠心魂，最终让老山城走向灭亡。沈秋燕坐在角落里，默默吃完了这顿火锅，眼泪不停滑落。她想上前跟我道歉，却又没有勇气，只能失魂落魄地离开，心里被无尽的悔恨填满。老山城彻底无力回天。江浩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脱身，便策划了一场仓皇的跑路。他趁着深夜偷偷卷走了公司账户里仅剩的最后一笔钱，收拾好行李，连夜逃离了江城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第二天一早，沈秋燕来到公司，发现办公室空空如也，江浩的东西全都不见了，账户里的钱也被转走，只留下一堆债务和烂摊子。他试图联系江浩，却发现电话关机，微信拉黑，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。加盟商、供应商、债主们得知江浩跑路，更加愤怒，围堵在老山城门口，要求沈秋燕承担全部责任。媒体也纷纷报道此事，江浩卷款跑路，老山城负债累累的消息成了全城最大的新闻。沈秋燕独自面对所有的追责，孤立无援。她终于为自己的傲慢、无知、忘恩负义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。父亲一辈子打拼的基业彻底毁在了他的手里，而这一切都是他亲手造成的。我得知江浩跑路的消息时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投机取巧的人终究会被利益反噬，贪婪的结局永远是一无所有。在债务、维权处罚的多重打击下，老山城火锅再也无力支撑，正式宣布破产倒闭。这个承载了江城人20年记忆的火锅品牌，最终倒在了资本的贪婪和短视之下。破产清算的当天，工人爬上楼顶，摘下了那块挂了20年的老山城火锅金字招牌，招牌重重砸在地上，摔得4分5裂，如同老山城的命运再也无法拼凑完整。门店被房东收回，设备被变卖抵债，中央工厂被查封，曾经的繁华与辉煌彻底化为泡影。路过的行人看着摘牌的门店，纷纷唏嘘不已。老山城的倒闭成了江城餐饮界最令人惋惜的反面教材。就在同一天，警方传来消息，卷款跑路的江浩在临时被抓获，他涉嫌商业诈骗、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、挪用公司资金等多项罪名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有人说老山城输给了资本，有人说输给了时代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他输给了良心，抛弃了匠心，违背了初心。再大的品牌也终究会被时刻抛弃，被市场淘汰。而巷口的刘记依旧炉火熊熊，牛油飘香，用最踏实的匠心续写着属于江城火锅的真正传奇。儿子放暑假从大学回来，一进门就扎进了后厨，非要跟着我学炒料。他看着我翻炒铁锅的动作，认真地记着香料配比、火候转换，眼神里满是认真。爸，我要学咱家的炒料手艺，以后跟着你一起干，把刘家的火锅传承下去。儿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语气坚定。我看着他年轻的脸庞，想起了父亲当年教我炒料的模样，心里满是欣慰。我手把手教他握铲的力度、下料的时机、熬油的火候，把父亲传我的口诀一字一句教给他。儿子学得很认真，哪怕被热油溅到，被灶台烤得满头大汗，也不肯停下。他还主动把香料名称、翻炒时长记在笔记本上，说要把老手艺牢牢刻在心里。桂兰看着父子俩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笑着说：“咱家的手艺终于有传人了。”以后刘家火锅肯定能越做越红火。我握着儿子的手，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汤，终于完成了父亲的嘱托。手艺的传承从来不是靠纸张和配方，而是靠手心的温度，心里的坚守，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匠心与良心。只要这双手还在，这团火就不会灭。
这股香味就会一直传下去。刘记的生意越来越火爆，每天排队的食客依旧络绎不绝，不少老食客都劝我开分店。我和桂兰儿子商量后，决定在城中心开一家分店，依旧坚守手工炒料无添加的底线，不搞连锁扩张，不赚快钱。我们特意按照老店的格局装修，保留木桌竹筷老灶的模样，让老食客一进门就找到熟悉的感觉。分店开业当天，场面火爆至极，老食客们专程赶来捧场，媒体也纷纷到场报道。没有华丽的开业仪式，只有一锅锅鲜香醇厚的手工底料，一盘盘新鲜实在的食材和满店的欢声笑语。不少人提前2小时就来排队，就为见证刘家火锅新的开始。分店开业后，依旧天天爆满。刘记彻底成了江城火锅的代表名片，外地游客来江城必吃刘记老火锅。大家都说吃刘记吃的是味道，是放心，是匠心，是江城最正宗的烟火气。儿子已经能独立炒料，手法越来越熟练，炒出来的味道丝毫不输我。有时候忙起来，他一人能撑起整个后厨，火候、下料、翻炒都稳稳当当。我站在分店的后厨里，看着儿子忙碌的身影，看着满店的食客，心里满是骄傲。我没有辜负父亲，没有辜负手艺，更没有辜负信任我的食客。这口锅，这手艺，这团火，终于在我手里稳稳传了下去。江城餐饮协会举办年度盛典，专门为我颁发了江城餐饮匠心传承奖，表彰我坚守手工炒料20年，拒绝资本诱惑，用良心和匠心守住江城火锅根脉的事迹。颁奖台上，主持人讲述着我的故事，从老山城的炒料师傅被资本排挤砸锅赶人，到白手起家开小店，凭手艺逆袭封神，用匠心打败科技与狠活。台下的餐饮同行们纷纷起立鼓掌，向我致敬。聚光灯打在身上，我没有丝毫得意，只觉得手里的奖杯沉甸甸的。我拿着奖杯站在台上，平静地说：我没什么大道理，只记得父亲说的话，做餐饮先做人，守得住良心，才炒得出好味道。机器能炒底料，炒不出人心；资本能做规模，做不出匠心。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不少同行都红了眼眶。这个奖项不是对我个人的褒奖，而是对匠心的认可，对良心的致敬。我望着台下，仿佛看见父亲站在人群里，对着我欣慰的点头。我知道这份荣誉属于父亲，属于所有坚守初心的手艺人，更属于每一位愿意为真味道买单的食客。某天傍晚，沈秋燕来到刘记，她找了一份普通的文职工作，穿着朴素，神情平和。她没有打扰我，只是默默坐在角落，点了一锅锅底，安安静静地吃着火锅。她舀起一口红汤，慢慢尝着，眼眶微微泛红，像是在回味当年，也像是在释怀一切。我看到她主动端了一盘新鲜毛肚过去，笑着说：慢慢吃，今天我请客。沈秋燕愣了一下，连忙道谢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释然笑容。我们简单聊了几句，她告诉我她现在过得很踏实，终于明白平淡生活的珍贵，再也不贪恋资本的繁华。她说自己每天按时上下班，自己做饭，不用再面对报表、纠纷和压力，心里反而轻松安稳。我祝福她往后平安顺遂，她也祝愿刘记越做越好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尴尬，只有故人重逢的平和与释然。20年的恩怨情仇，在一锅鲜香的火锅面前彻底烟消云散，食客们的欢声笑语萦绕在耳边，红汤翻滚，油油飘香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无比平静，过往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全都随风而去，只剩下对手艺的坚守，对生活的热爱。人这一辈子守好本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夜幕降临，刘记的灯火通明，炉火熊熊，牛油香飘满了整条街巷。我和儿子一起站在灶台前，翻炒着铁锅，铁铲与锅底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那是匠心跳动的节奏。满店的食客吃得满头大汗，满脸幸福，欢声笑语不断。有人带着家人，有人约着朋友，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，只为这一口坚守了3代的老味道。我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汤，看着儿子熟练的手法，看着桂兰忙碌的身影，看着食客们满足的笑脸，心里满是温暖与踏实。父亲的话在耳边久久回响：大炮，一定要守好这门手艺，不能让它断了。我终于做到了，不仅守住了手艺，更把它传承了下去，让刘家的火锅香飘遍了江城。机器炒得出底料，炒不出人心；资本做得出规模，做不出匠心。我终于用20年的坚守证明了最朴素的道理：我在哪里，哪里才是真正的江城火锅味，哪里才是永不熄灭的匠心烟火。炉火不息，岁月留香，刘家的火锅会一直炒下去，炒过岁月，炒暖人心。